澳大利亚工党上台后，两国关系有了一些改善的迹象，但也出现了一些不和谐因。既然要对中国企业租借达尔文港的合约下手，工党政府此举意欲何为？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中澳关系在经历了莫里森政府时期的低谷之后，曾经对推动澳中关系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的工党重新上台，这被外界看成是中澳改善双边关系的契机。自工党政府上台以来，中澳关系似乎有了一些改善的迹象，比如两国的国防部长近日在新加坡举行了会谈。澳洲的媒体称，这一会晤标志着堪培拉与北京之间正式结束了为期2年的外交冻结。澳大利亚贸易部长也向中国抛出了橄榄枝，希望恢复2年前因新冠疫情而恶化的中澳关系。他指出，中国是我们最大的贸易伙伴，双方都从我们的经济关系中受益。中国当然希望中澳之间能够避免发生不必要的摩擦与争吵，有效地改善双边的关系，因为这对两国都有利。虽然目前中澳之间有了某些关系改善的势头，但也出现了一些不和谐因，这是我们必须严肃对待和密切关注的。前几天，中澳军机在南海对峙，被贴上侵华标签的马尔斯首次站出来指责中国的歼16战机往澳大利亚的 P-8A 反潜巡逻机的发动机里面扔箔条。与此同时，澳大利亚新任外交部长刚刚结束其南太平洋之行，其主要目标就是与中国在当地展开影响力竞争。随后，一件更加过分的事情又发生了。在莫里森政府期间逃过一劫的中国企业租借达尔文港项目又被新上台的工党政府给盯上了。据澳媒悉尼先驱晨报报道，澳总理阿尔巴尼斯声称会再次审查租借合约，并准备使用联邦政府的外国否决权来取消合同。阿尔巴尼斯表示，我在大选前就说过，我也将执行我说过的话。这个所谓的外国否决权来自于澳大利亚国会于2020年12月通过的《澳大利亚对外关系法2020》，它可授权联邦政府依据该法撤销澳大利亚地方政府与外国机构已经签订的协议。要注意，在澳大利亚前政府当政的2015年，中国企业以5.06亿澳元租下了达尔文港。这个项目在莫里森政府后期也被审查过，最后的结论是没有对澳大利亚的国家安全造成影响。那么，工党政府既然有改善对华关系的需要，又为何重提旧事呢？对这件事儿，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呢？首先，在澳大利亚国内现在已经出现了反华就是政治正确的大环境。阿尔巴尼斯此举有迎合选民、追击莫里森政党的需要，你也可以理解为这是澳大利亚政坛内斗的延续。因为达尔文港项目是莫里森所在的自由党执政时的地方政府与中国签订的，对工党来说那就是错的。就像莫里森反对工党执政的维多利亚州与中国签订的一带一路倡议备忘录一样，双方的内斗是不管对错，而且都能迎合国内的反华舆论氛围。其次，审核租借合约不等于要终止合约，也可能是澳大利亚现政府在作秀，通过这个机会来展示其对华强硬的形象。由于莫里森政府已经进行过一次审核了，工党政府再次审查租借合约后会给出什么样的结论，才是我们需要高度关注的焦点。对这件事儿先不用着急，可以让子弹再飞一会儿，等有了结果我们再出手不迟。必须指出的是，中澳关系的改善需要积累善意，不能仅观察达尔文港这一件事儿。目前我们看到的许多迹象存在着矛盾之处，比如澳大利亚仍然在执行美国的指令，派遣军机跑到中国周边活动，在南太平洋诸岛国与中国进行外交影响力的竞争。与此同时，其部分政府官员也释放了谋求改善两国关系的言论。澳大利亚国防部长与中国国防部长在新加坡会面时的交流气氛相对来讲比较好，双方都有改善关系的意愿，未来仍然可期。从目前中澳关系发展的总体态势看，
澳大利亚工党政府尚未对中国政府进行毫无根据的攻击，也没有继续炒作中国军事威胁澳大利亚、武力干涉台海等问题，所以我们还可以继续听其言，观其行。我们希望达尔文港这项中澳企业的合作能够继续，也希望澳大利亚工党政府不要继续走莫里森的老路，因为中国有的是办法收拾那些澳大利亚的极右翼政客和政党。只不过我们更愿意给改善中澳关系一个机会，现在就看工党政府怎么选择了。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